退下。大人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他们欺人太甚，你看我。司徒仙君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哦，在下奉寒风君之令，搜查极星渊附近可有妖兽的踪迹。司潘要查，查便是了。点火烧了我家，算怎么回事？抱歉，此事是个意外，是在下不慎引发失火。不慎引发失火，不慎烧了我所有法器珍藏，以及不慎伤我家人。家人？家人。这可是世界上唯一一盏莲花灯，世界上唯一一根金刚石降魔杵，以及这世界上唯一一枚单飞镖。司潘大人，你打算怎么赔啊？单飞镖不回来了？大人，你闻着我是不是都熏入味儿了？你也太不小心了。司徒仙君，这是要对我的人做什么？无名无分怎么是你的人？他是你买来的吗？火源出10倍，你放了他。啊！哼，你做梦！放手！放手！他……姐姐，是我拉疼你了吗？没事。季仙君留步。失手烧了季仙君的家，万分抱歉，所有损失我都会赔偿。倒也不必。对不起啊，是我弄坏了库房，季仙君不高兴，要拿我出气，是应该的。没事，姐姐。他看起来不太高兴，不会是怪我烧了他的库房吧？大人，事情是这样子的，那个司徒仙君说是奉命要搜查妖兽的踪迹。我想大人嘛，那肯定跟那妖兽是没关系的。而且我若执意阻拦的话，别人肯定会误会。我就让司徒仙君查了，谁知道那个法器竟对库房有感应。我就猜呀，这个妖兽就是个幌子，实际这个法器是要找别的东西。那我又不敢直接问大人。大人。我们现在呢是在一条船上的，大人不在家，我就得替您守好乌龟海，是吧？为何要维护司徒岭？啊？你和司徒岭很熟吗？你们不会是想要里应外合吧？看我做什么？说话！哼！他居然气的是这个！我现在跟大人的关系到底是不一般呐，这要搁以前，肯定要打要砍的怀疑我。这现在听起来倒更像是吃……大人就这么介意别的男人？要不然这样，大人，你把我娶了，跟我缔结心印，那别的男人就不会来找我了。
没句实话。大人，我是认真的。我以前啊，觉得能待在你身边就好了，但是现在我越来越贪了。我想做大人的妻子，做一个有情有义、有名有分的妻子。好不好？我妻子说，她既与我成亲，便不想再与外面的人随意见面了。但季贤君开口，我也不能不答应。将军，我实在是担心章台，我见一面我就能放心了。请。章台，客人来了。章台，我们来了。不方便见了。你抬头看看我，是我。我说了，今日不方便见客，无论是谁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和他聊聊。你干什么？你看张台他都不理我，肯定是生我气了。他不方便见你，肯定是有他的原因的。我是别闹了，大人。我妻子已斩断过我，你非要见他，我也让你见了。难道你还想得寸进尺？将军，当然不是。大人，你帮我劝劝将军，我就想见他一面，你让我。将军，许是因为我家这位肚子饿了，没有吃饭，所以情绪不稳定。不知将军方便赏口饭吃吗？我们吃完就走了，对吧？好。二位慢用，吃过饭了，还请离开。多谢将军宽待。快吃吧，明义。明义，你不是饿了吗？多吃一点。加点这个。啊！你不放心吃，倒是可以让我吃哈。来，我喂你。吃这个吗？来块鸡。悠着点，别味儿。喜欢吃？张嘴，张嘴。真火热！你看好大的火！将军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快脱！大人，好手法这。添火而已，你不是最熟悉了吗？障眼法已成，走。张台，张台，傀儡离开主人太久，就不会再有意识了。在这么近的地方施法，会不会太危险了？虚明也不是吃素的。那你还有更好的地方吗？这傀儡只留了他身上的力、气、二魄。虚明将他的三魂七魄都分开了。引魂入幻，狐狸术法。你还知道这个？
我们房主就是有苏虎族的，我担心章台那不可能对他们一无所知。徐明利用了章台，引诱了他，将他困入自己的幻境。你若元神出窍，我可以利用这两魄让你见到章台，但你并无法将他带出来。只有找到徐明最真实的记忆，并重现，才有可能进入真正的幻境，救出章台。我一定能从章台口中问出徐明最真实的记忆。但你必须清楚，元神出窍本就危险。我就地开阵，只有1炷香的时间。你只够与他说几句话。若徐明发现，我会立刻脱身，不会管你。拜托大人了。明义仙子，寿华判宫尊者要见你。你是谁啊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时熏婆婆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不是说带我见尊者吗？他人呢？我已经见到你了。寿华判宫的尊者，天机公主，还不快跪下！你这我也没法跪呀。公主，你帮我来所谓何事啊？明义是吗？不是。本公主命令你离开纪伯载，只要你肯走，这些财宝都归你。本公主还赠予你1000两福泽，怎么样？这何必犹豫呢？你想清楚。若你肯离开吉星渊，立刻就能获得这些东西。纪伯载的风流债呀！哦，或是你还有什么其他想要的，本公主一一为你安排。我想要黄粱梦，也没有啊。若是你执意不肯离开纪伯载，那你今天可就得命陨于此了。本公主也不喜欢见血，但无奈纪伯载对你实在特殊，留下你不行。对，公主好商量，离开纪伯载也不是不行。公主，你一定觉得我会这么说吧？诚然，一个男人和这些无尽的财富，甚至性命相比，也没那么珍贵。但是，自从纪伯载把我从花月夜那个魔窟救出来之后，我就彻底爱上了他。眼下我对他是一往情深，至死不渝。那既然如此，你就死了吧，还能减少些麻烦。小云，动手！第一次拿刀吧，手别痛。来，小样儿，我都看见你了，赶紧来救我呀！纪伯载，公主何必吓唬他呢？大人，别怕。天机公主，
即便是你，也不能为难我的人吧？还请公主不要拆散我们。季仙君当真决定要维护她了。天机公主，你我之间只是公平交易，不涉其他。我先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可若是父君一定要为季仙君和本公主赐婚，季仙君还敢抗旨吗？神君常年昏睡不起，寒风君如日中天。如今这吉星宫从上到下，怕是都以寒风君为尊了吧？在下不才，也算是个新贵。旧日的公主，与新晋升的贵客，你说，寒风君会让你成功的拿到这份旨意吗？季伯载，你不要忘了，是本公主让你摆脱罪囚身份的。是，公主的确与我有恩，但本罪囚并不会以姻缘相帮。我想，对于公主来说，一个能赢下青云大会的斗者，总比找到一个王女夫更重要吧？你说呢？当然，还请季仙君加持。人我先带走了。烦请公主记住，若是有人再敢为难我的名义，即便是天王老子，我也一样杀了。公主，他怎么能这么对你？他对我什么态度、什么感情都不重要。目前看起来，他还没有投靠叔父那边，这就够了。这位仙君，今日当值的姐妹全在这儿了，你想让谁献艺啊？你们谁是季伯载的相好啊？据传，曾有仙君在花月夜追赶一名仙子，却被季伯载出手阻止，说那是他的人。是谁啊？不知道啊。你们谁要是能把那仙子的名字说出来，这些啊，都归他了。这我还真不能确定。这楼里的仙子个个都喜欢季仙君。季仙君的交好实在是太多了，您来的时候想必已经问过福月房主了，他都不知道，我们又如何知道呢？是啊，这如何能知道？不知道呀，不知道吗？仙君。不是，你就看这玩意儿啊！这不对付那个东土子对症下药吗？那你不如直接给他下药好了。我倒是想呢，谁让他那么谨慎，从不吃外食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别说我了。你最近怎么样啊？你的腰伤好点没？我给你的药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哇，还得是我们张台姐啊！
怎么还不愿意起来了都？我快救我！我的腰起不来了啊！真起不来了！疼！忍着点，谁叫你逞能的？我以为好了呢。哎，我有一件事要跟你说呢。昨日有一个客人，他不听歌，不看我，反而来打听那日你被2个仙君追逐之事。他什么样的？挺高，挺帅，挺瘦良。你说这话有什么用？我压根没见到，好不好？他神神秘秘的躲在屏风后，一看就来者不善，所以我就替你遮掩过去了。谢谢你啊。藏得这么严实，他该不会是个斗者吧？他应该是了。这斗者若是擅入外境，要是被发现，可是要送命的。你再帮我揉一下这里。怎么了？没事。那日他滴酒未沾，但是他咬了一口栗子糕。栗子糕，果然是这蠢东西。我回去啦。真般配。大人其实不用来送的。毕竟是无归海女主人的朋友，初次到访，这点礼数我还是能尽到的。不愧是这个家的男主人。今日甚好。什么甚好？天气甚好。哪里好了？这眼瞧着都要下雨了。我看还要打雷了呢。玉成得手之前，再陪你演演。大人，你说的到底哪里甚好呀？恭贺司徒领仙君新任吉星渊司判堂主事，肃清朗之风，明公正之气，神君庇佑，星辰万古。小司徒，你可算是来了呀！这司判堂，本君代管数月，是身心俱疲，往后可就要交给你了。这茶真苦啊！接寒风君飞说，自是日夜兼程，提前赶到，愿为寒风君分忧。小司徒，你才智过人，满境招考，你可是头筹啊！得你就任司判，定能助本君助吉星渊一臂。后赵自青云大会失踪后，已有许久，我已查明，他与沉渊御司过从甚密，或许他的失踪与沉渊有关。这个可得好好查清楚啊！卧房已经替你收拾好了，你先去歇息。往后需要多少人手，你尽管调派。来，祝你。
多谢韩风君。那我先告辞了。啊。好苦啊！什么茶这么苦？唉，以后要上宫，真是苦上加苦。殿下，自纪伯载赢下比试后，后赵就不见了。我们先前却是从未将这2件事放在一起想过。是本君一叶障目了，一心想着要拉拢他，让他自愿交出手中的黄粱梦，却忘了他既然拥有黄粱梦，那他和薄雨兰的关系一定匪浅。司徒领来了，殿下即将卸任，自然是要办宴请人的，不如就趁明日设宴请纪伯载来，且试他一试。若是纪伯载与薄雨兰当真有牵扯，那便不能留他了。这小子真难接近，我得再想想办法。季贤君，酒菜已经备好，可以开席了。恭贺季贤君赢得青云大会，能否有幸敬你一杯？季贤君在青云大会上的表现如此英勇，为我们吉星渊赢得了福泽，今日难得一见，在下敬你一杯。师父说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徒儿，你青云大会受的伤给我看看。师父，我不知道中了什么毒，灵脉断了。你听我说，你中的毒名叫离恨天，中此毒后，有灵脉者灵脉尽失，无灵脉者反会生出灵脉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再催动灵脉，否则就会加速毒发。这个印记叫离恨花，等着期盼全部凋落，就是你元神寂灭之时。所以，这1年之内，你们必须要找到解药黄粱梦，将它服下，修复灵脉，方能保住性命。既然是纪伯载下的毒，那他手中可能会有黄粱梦。你去吉星渊找纪伯载，处理完追兵，师父会来找你们的。他不知外事，是怕别人给他下毒。果然，心黑的人看什么都黑。寒风君到。哎呀，不用拜，本君最讨厌这些繁文缛节，都把手放下。以后你们都像伯载老弟一样，无论在哪儿见到本君，都像见到老朋友一般，这样多好啊！啊！韩风君这是点我呢，我哪敢造次啊！从前做醉酒时，连贵人的灵宠都要下跪，现下混好了，便只求一个不弯腰。本君就喜欢你这个脾气。今天是伯载老弟你得封青云斗者的好日子，特带了些薄礼以表心意。你那吴归海啊，煞是冷清，仅有的伺候也是年事颇高，这怎么能行啊？本君的小侄女天机也是个不懂事儿的，她虽然掌管着吉星渊的寿华判宫，却仍然当不好这个尊者，都不知道给你安排个人。今日本君给你送来2位婢女，日后管账洒扫你尽管吩咐他们。本君这份薄礼，你可还满意？韩风君对我的吴归海，听得也太紧了吧？他们吉星渊内部果然也有隔阂。不是我不领情，今夜好歹也是天机公主为我办的宴席，可韩风君却突然带了2个人过来，我这要是收下了，那岂不是驳了天机公主的面子吗？你不敢驳了天机公主的面子，反倒是不怕得罪本君呢。老弟，这份薄礼，你当真不收吗？风君送的礼，季贤君竟然不收，竟然拒绝了，这不折了人家的面子吗？机会来了！不可以，大人才刚刚答应我要带我回吴归海的。我方才说过吗？
许是之前答应的太多了，都不记得了。那不如季兄将这3人一同带回去，也算是一段佳话呀。对呀，是啊，一起带回去不更好？这个主意好，本君这就亲自派船车将你们一起送回去。好，带回去。对，带回去吧。是啊，带回去。不行，装不下。虽然无归海地偏，但毕竟是赏赐给季贤君的，幽井开阔，我看多来几个也装得下呀。对呀，是这个主意好啊！季贤君带回去正好，这样正好，这是对。且慢，诸位，我无归海可不是什么鱼塘，更何况在下精力有限。不如这样，3位仙子，我有一题，你们谁回答的最符合我的心意，我就带谁走，如何？这真是个好主意啊！就这么办吧。既然是来我处伺候，我的乌龟海豢养的是何种灵兽？你们该如何照顾？乌龟海是死水，能有什么？可我若答对，岂不显得我有备而来？你先来，就你。乌龟海，江河湖海的大小鱼塘，那肯定就是些乌龟、鲍鱼、虾什么的。大人，我对你一片心，比灵兽更忠诚，比乌龟海的水更深。你来。乌龟海是极星渊死水，什么都养不活，整个府中连一只灵兽都没有。好无知的仙子啊！你当真了解季贤君吗？知道他的喜好吗？大人，你再给我次机会，我肯定答对。什么都不懂，再给他一次机会也是白瞎。大人，还有脸要机会？哎，这位仙子一直在纠缠季贤君，难道是？贤君看不上他的。那2位仙子这么了解季贤君，肯定选他们啊。哎，韩风君选的人准没错。我选他。怎么想的？我知道，怎么选他了？我乃醉囚出身，便更知道世上万般皆虚幻，唯有真心不可负。这位明义，这位明义仙子视我为她的意中人，对我一片痴心，我怎能辜负了呢？你放心，我绝不负你。这2位仙子，那今日就只能怪我们没缘分了。不好对付啊，不过这算是成了。主上回来了。大人，这一进门就给我戴上丝带，到底是为何呀？我喜欢。启禀寒风君，季伯宰把那仙子抱进房间了。大人，这外边天都快亮了吧，还不给我摘下来？
今晚你大费周折，演了出欲擒故纵，就是为了跟我回乌龟海吧？你如愿了。大人看出来了，辛苦了。戏一出接一出，送走一双，又来一个。难为你和孙辽暧昧默契的演了一场。大人，你这么说就过分了，你千不该万不该听孙辽质疑我的真心吧？这倒也是。你能帮我把这解了吗？我不喜欢这样，像在审问我。回答我的问题。莫非大人就喜欢这样绑着的问法？平时表面看不出来啊。多谢大人。大人，我想跟你回乌龟海。不是很寻常的事吗？沉冤醉囚，一战飞升，你是极心渊的神话，是花月夜姐妹最崇拜的人啊！我一心向着大人，大人却这么冷冰冰的对我，这真是太伤人了。以后不许这样了。你叫明义，大人心里有明月的明。大人是我意中人的意。你来花月夜前是做什么的？这还是要审我呢，说多错多，得想个法子堵住他的嘴。我家以前吃采药为生的，父母双亡之后就来了花月夜。那你……大人问我这么多，可是怀疑我，我看就是不喜欢我吧。那不喜欢我为何带我回乌龟海？没事吧？我不喜欢别人太过于主动。不是吧，这么厚结？行吧。二七怎么回事儿？怎么还没好？